我賺到錢之後為什麼沒有返貧呢？我很慶幸能夠在我自己能夠賺到錢的時候，能夠理解到這個賺錢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其實呢，90%以上的人我說的是90%的普通人，在賺到錢之後呢，大部分人都会選擇我去買個豪車，我去買輛豪宅，我去買點奢侈品，5000塊錢買件短袖，3000塊錢買雙鞋子，虛榮心、炫耀、貪婪。其實這都是窮人的病啊！你仔細想一想，染上了這些就會蒙蔽掉你自己的雙眼。你只要買了，那麼基本上都會返貧，真的。那麼我為什麼沒有返貧呢？就是我覺得賺錢的目的它從來不是讓大家去消費的，賺錢的目的它是讓你自己兜裡有錢。賺錢的目的有錢之後，然後呢，我就再也不需要动我的本金了，我只需要吃我的利息，消費我的利息就可以了。賺過大錢的人都應該懂我接下來說的話，就是你人生中可以就是賺大錢的機会都是非常少的，你人生中不可能一直都在賺錢，賺大錢的機会呢，一輩子可能只有那麼1-2次，那麼每一次持續的時間呢，也就是1-2年最多了，甚至呢更短，甚至有的时候都幾个月的时间。那麼賺到錢之後呢，你就只管健身、喝咖啡、旅遊、曬太陽，對吧？因為這個錢它最大的用處，它不是說讓你去消費，是能夠拒絕，這2個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就是可以讓你不必去搭理任何人。有了錢，你才有資格讓自己變得冷漠、冷酷、無情。那麼有了錢，你才能夠讓所有消耗你的這些爛人和爛事兒乾脆的跟他們說不，拜拜，再見。那麼這個世界其實是由這個2套邏輯組成的，一套呢就是說它是付出邏輯，那麼另一套呢就是收割邏輯。如果說你理解不了這個社會上有很多的人，他去說話、做事、做這些行為，或者說某些言語，他都是為了把你的這個注意力、你的時間、你的精力、你的勞動力給你騙走的話，那麼你的腦子真的是該科普點東西了，那太笨了，說句難聽的。哪怕說你是這樣的人，你賺到了幾百萬、幾千萬，到最後你都會被通通給騙走，你一分都剩不下。很多人呢，就是他一輩子都是碌碌無為，對吧？拼了命的去奮鬥再奮鬥，都是在付出的邏輯裡邊給別人做了這個財富的嫁衣。就是這個錢它就是人與人之間最硬的一個隔離牆，就是它可以幫助你過濾掉很多沒有必要的虛情假意，而且呢，它也可以幫你抵掉很多底層無效的這種社交，消耗你精力的這種社交，幫你想收割你的人，這些通通的人擋在這個門外拒而不見。有錢不是用來合群的，你見過哪個高檔小區它是熱熱鬧鬧的呢？對吧？那麼有錢呢，就是真正的這個自由，它不是說就是你想去哪兒我就去哪兒旅遊，想去哪兒玩我就想去哪兒玩，不是，而是你永遠可以讓就是你不想見的這種任何人，不想見的時候你可以說我不見，不想搭理你。那沒錢的時候你怎麼辦呢？那你不得不低聲下氣低聲語氣，然後不得不去這種迎合別人，也不得不為這個世間的碎銀幾兩在酒桌上去陪這個周旋陪笑你也不得不用自己的熱臉去貼別人的冷屁股。但是呢，我問大家一句心裡話，你真的喜歡這樣的熱鬧嗎？那你肯定沒有幾個人是真正喜歡這種熱鬧的，只不過是人生在世逢場作戲，僅此而已只不過說你沒得選擇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對吧？所以呢，這個財富的終極意義它從來不是消費，正是因為我理解了這一點，所以說我沒有返貧，我也沒有破產，而是就是買選擇權。當你的賬戶上有足夠的現金，那麼你就擁有了這個人生的一個主導權。就是比如說你不想去應酬，直接不去；不想聯繫，直接手機關機；你不想就是討好誰，轉身就走，不給他好臉色。你有這個
就是兜裡的資金給你做這個支撐，你有這個底氣，這才是錢對人真正最大的一個作用。那麼真正的有錢人呢，他都是存錢求安心的。夏天穿個10幾塊錢的短袖，20幾塊錢的拖鞋，10塊錢的大褲衩子啊，不管別人怎麼去說他，怎麼去調侃他，他都很開心。为什麼？因為他兜裡揣着500萬。那麼窮人呢，他都是花錢去裝體面，裝面子，兜裡一共就2000，花1950塊錢買一個始祖鳥的短袖，別人說他真有錢啊，這小伙子啊，這人真體面穿的，他心裡呢也是很開心，但是呢一天到晚的飯錢他都得發愁啊，他吃了早飯沒晚飯嘛，這就是差距，真的。那我問大家一個就是最現實的一個問題哈，有錢人在賺到錢之後，那麼他會真正的去瘋狂的買嗎？我可以告訴你明確的答案，根本不會去消費。我到目前為止就是見到過所有的這種有錢人，絕大部分人都是把自己的本金賺得死死的，一點都不帶動的。然後這個人生當中就是最大的一個愛好呢，就是存錢再存钱，看着自己的賬戶一直往上涨，非常的開心，這是他们最大的愛好。而且对於那種讓錢生錢這句話的觀點，他們保持高度的統一，就是扯淡。我不信普通人就根本接觸不到這種讓錢生錢的生意。反過來就大家再去看一看啊，就是你像巴菲特、查理芒格，對吧？像這些都是頂級的富豪，是吧？那麼一輩子呢，生活節儉，房子車子10年不換，就住那個老破小裡邊，手裡永遠握着大量的現金和流動性的資金。他從來不會為了這個面子啊去做一種這個透支的消費，人家叫啥？人家那叫低調呀，對吧？那咱們呢，90%的普通人就不一樣了呀。我好不容易賺到錢了，我得買，然後呢，我得賣，最後呢，我得沒，啥也沒有了。最後等於這個錢在你身上過了一趟，它不屬於你，完事了，繼續過着你的貧窮。那有錢人掙到錢過後，他是不買東西的，真的，他是什麼都不買。有錢人是什麼都不買的，你越買你就變成了窮人了。因為有錢人他知道這個東西它都是假的，只有這個現金它是真的啊。所以說，但是窮人他不一樣啊，窮人他是內心空虛，他得不到的，他沒有享受過，他就想要，他會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到處去買啊，感覺戴個幾萬塊錢的手錶，穿個幾千塊錢的 T 恤，對吧？然後呢就各種證明自己吧，各種借款槓桿貸款。所以呢窮人他就會越來越窮。其實很少人能夠明白這件事，就是賺錢的目的它是讓你自己慢下來，好好的去過這個日子。那麼賺到錢以後呢，他不是說讓你去消費，去買這個買那個，過什麼多麼奢侈的生活，不是這樣的。他不是讓你去做就是各種讓自己這種返貧的動作，如果你做了，你一定會返貧的，對吧？那錢只要趴在你這個賬戶上，那麼你的人生就可以慢下來，你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去享受這個來到人世間的一趟的生活。所以說賺錢的目的它不是說讓你去購物。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比如說當你現在賺到了一個小目標吧，往大了說賺了一個小目標，那麼你把它買成了房子買成了車子，買成了所有你想要的東西，全部買完，全部收拾完，結果呢，你这一個小目標到最後你的賬上只趴了5000到1萬塊錢。就算你住進了你夢寐以求的3000萬的大別墅，用着你夢寐以求的幾萬塊錢的物品，你會怎麼樣呢？心慌，對不對？肯定是心慌的。就算你擁有了這些，你兜裡賬戶上趴着5000塊錢，你依然是不快樂不幸福。這種狀態它能叫做有錢嗎？對吧？它能叫做幸福嗎？你可以理解，這不叫有錢，這叫什麼？這叫面子富豪。也就是說表面富豪，實際呢心裡是非常的慌的，對吧？但是你反過來想一想哪怕你每天住在一個
按月租的800塊錢的出租屋裡邊，吃着每天10幾塊錢的麻辣燙，但是你的賬戶上趴着9990萬，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呢？你有事了之後，你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呢？你會很安心，你會很慢。所以說你可以這樣理解啊。所以說賺錢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存而不是花。那麼有一些人可能會跟你講，尤其是互聯網上有的人给你講什麼现金貶值什麼升值的呀，說出來這個字兒的，它就是用來魚龍混雜你的大腦的，給你灌輸這種複雜的思想，就是用來讓你迷糊的。我講一個不該講的事情就是近期吧，就近5年內吧，咱就不說多了，近5年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樓市的調整，行業的波动，還是黑天鵝的事件，還是等等等等，砸盤再砸盘再砸盤，对吧？再就是是不是反正就这些事情嘛，大家有目共睹的。最后扛得住的，大家仔細想一想，扛得住的是什麼？都是那些手裡有足夠的現金流的他不負債的，不超前消費的人，全是他們能夠扛得住。这就是最现實的一個最根本的一個依據。真的，當你自己的賬戶裡多趴一點現金，你自然就是那種氣定神閒的感覺，你隨便穿點就行，我隨便吃點就行，無所謂奢華不奢華，無所謂奢侈不奢侈，就你主打的就是一個簡單舒服，不折騰那麼奢侈品這個東西真的，奢侈品這個東西它不養人的，只有什麼養人？只有現金養人。你們可以去看一看阿刁展亞鵬先生现在叫，對吧？賣蘋果的時候長什麼樣，有錢了之後又長什麼樣，對吧？所以說人這一輩子最好的命它不是大富大貴，是清靜安穩。如果說你是一個普通人，你賺到了一大筆財富，並且呢你還沒有返貧，而且你當下還能把我這個視頻看到這兒，並且能夠看完的，或者說看到這裡的，一定要聽重點。有錢人必須要懂得的一個基本道理，哪怕你有100萬，你也給我聽好了，保持住自己的財務溫暖，這就是超級好的命。能夠保持住溫暖，而且呢還能讓自己自由一點，活得灑脫一點，並且開心一點，那麼你的命就是超級超級好的命。那麼能夠保持溫暖，而且有一定的自由，沒有人就是沒有人聯繫你，而且呢你還過得特別的安穩，沒有人來打擾你，並且你還有一點這種被動的收入，那麼恭喜你，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富貴的人。最富貴的人，就是你保持這種狀態，保持住這種狀態，你自然會擁有的東西它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但是呢你一着急，你想大富大貴，你想跨越階層，你想跨越階級，你想比誰的多，你想比誰的大，你想比誰過得更好，那麼你馬上可能就要破產了，你馬上可能甚至要鋃鐺入獄了，你可能要走彎路了。能聽懂我講的這些話的人，並且還非常認可的人，那麼我相信你腦子裡都是非常有智慧的人。包括現在，我相信看到我這條視頻的朋友絕對有現在兜裡有200萬甚至到500萬，你躺着趴着不動的，讓自己安安穩穩的過生活的，不社交，不交朋友，不參加飯局的人，如果你是這樣的，可以在評論區說一說我說的是不是對的。那麼不管是貧窮也好，還是富貴也罷，或者說那麼我問大家，你現在是在拼命掙錢爭面子，還是在默默的存錢去攒底氣呢？不用不好意思，評論区沒有人認識你，你也可以放心的去講，就是更加確信你自己內心的一個正確的觀點，可以分享出來，也看看別人是怎麼說的，再看看自己是怎麼講的。想明白這個，那麼你這輩子的路它就會好走很多。我把我所有就是長得這麼大見過的這種有錢人，千萬的甚至千萬以上的這種有錢人的有故事的人，或者說破產之後能夠看明白的人，破產之後又重新上岸的人，就是我所能見到過的這些人，總結出我對於金錢觀的一些真知灼見錢是用來存的，不是用來花的。就跟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個說法是一樣的，就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就是
如果说他两個人在一起了，那麼這個錢是給女人看的，而不是給女人花的啊。這句話呢，反正就是你們細品吧，我認為是非常的精髓的。相反，那麼當一個撈女想要盡一切的辦法去搞定你的錢的時候，那麼搞得你傾家蕩產。如果說你們之間還在談什麼感情啊、恩恩愛愛啊什麼之類的，那麼就是怎麼說呢，你把前兩句話的主人公換成男的，他也是一樣的結果。人這一輩子最高級的花花是什麼？就是我認為啊，他不是滿身名牌、人前風光，對吧？而是手裡有錢，心裡不慌，身邊清靜，沒有人打擾，不用討好任何人，守住現金，守住安靜，守住自己的本心，讓自己來這人世間開開心心的玩一趟，這就叫做財商。所以說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財商，幸福的財商，財商覺醒，越活才能夠讓你活得越清醒，這就是最大的財商機會和財商的知識。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